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就在昨天，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那日线级别上是一个高开低走，最后收出了一个阴线。虽然如此呢，我们看到新高出现之后，道指呢始终处在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行情当中。这里面的震荡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区间是37,825到一个37,300点，一个非常窄幅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那高位震荡的行情仍然是多头的一个趋势。在多头趋势当中，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处在一个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我们首先看23年10月份这里面走出了一个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走完之后，从反弹转向了反转行情。反转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走悟空阳线，这里是第二轮的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那在8节阳线组的势力范围之内，始终处在一个连续4周的震荡范围。那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是在一个高位横向行走。那么这样的一个行走方式为比特币的多头酝酿了机会。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是非常趋同于美股的。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但是这其中我们看到高点出现的这一周，也就是接近49000美金这一周，实际上是走出了比特币上涨过程以来的第3轮上涨西游当中的8节阳线，事实上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但最终呢被空头打压了下来。那么目前为止，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后面的所有的 K 线都是围绕着悟空阳线做出的干扰性动作，也叫干扰性 K 线。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叫做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那上方呢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呢，我们看到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收敛三角形结构。这个结构当中SEC 通过 ETF 之后通过比特币的 ETF 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上行动作但是这个上行动作呢是假的突破。随着行情继续展开，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具有黑洞效应，有吸引力的作用。在吸引力作用引导下，虽然消息面的利好在当天出现了暴涨，但随着消息面这个落地之后，我们看到从49000美金快速跌落到箱体下边线41500美金。那么注意的一点是，目前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但收敛三角形演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由上边线和下边线做出的这个矩形结构非常完整的展现了出来。那么我们目前认为41500美金构成比特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价格点。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上方有个没有完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事实上是由小时线级别的上边线和下边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没有做完就被空头消灭掉了。那么目前我们要注意的是4小时级别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那这个区域呢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下方我们看到415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上，也容易构成多头。同时，上方上边线的这个位置上构成了3次的等位置波峰，那第4次发生突破，这次就忽略掉了，不算了那么如果再次接近44500美金这个区域，容易发生第4次的等位置波峰，容易出现上行结构。那就这一点呢，是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的，就是行情当中，如果比特币能够到达44000美金，要注意多头趋势容易发动重启。那这个概率高不高呢？我认为在美股当前高位横盘，并且是一个上涨趋势的过程当中，比特币的行情容易再次发生突破，到达44000美金，再次发生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的一个突破信号这个位置是容易出现的。同时呢，注意观察最近这几天这个4小时级别目前处在一个焦点位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也是容易发生变盘趋势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在昨天和前天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们提到了 BNB 呢是目前行情当中比较龙头的一个币种首先它有这个打新就是通过 BNB 可以IEO然后有一些新的币种上线 BNB 平台，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释放，对 BNB 构成了一定的利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处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那第一次到达这个关键位置是到200日均线附近，然后迅速回落，这里面存在一个压力啊，这个通过肉眼可见非常明显的压力位就在日线级别200日均线附近。那么目前是第二次回打上来，这里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结构就是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完成之后做对称性的日线级别反弹，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完成之后做日线级别上涨洗油，上涨洗油到达这个位置，到达了200日均线，能否稳住这个位置将面临将让我们看到 BNB 能否发动领涨行情。那这个位置主要是在0.0073，这是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价格。同时呢，我们回到 BNB 本身对 USDT 的这个价格交易对上，我们看到目前 BNB 是落后于以太坊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我们回到以太坊对这个 USDT 的这个价格上来。以太坊呢，目前是踩上了周线级别144日均线，而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BNB 没有站上144日均线，所以呢 BNB 是落后于以太坊的，而以太坊又完全落后于比特币，所以呢 BNB 存在补涨需求。同时在周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 BNB 本轮行情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目前处在8级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一旦突破$335 ，BNB 将踩住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多头信号。那这轮行情 BNB 还是有这样机会表现的。那最近几天我对这个会员群朋友，同时也对读者群朋友说了一下 BNB， 原因是目前在日线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它形成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日线角度和4小时级别上都可以看到这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踩到169日均线绿色线这个位置上以后，我们看到它到达了一个关键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近交点附近，所以呢我们说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容易在这个位置上缓跌结构之后到达近交点的这个变盘位置，容易发生反弹。那这波反弹呢我们是知道的，那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 BNB 在这轮行情有补涨需求，这个对于多头来说应该重点关注。然后我们看一些热点币种首先是 XAI 这是 iQoin 推荐的热搜榜排名第1的币种，最近几个交易日表现非常完美。那它是一个 Binance 平台的一个次新币，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有悟空阳线、8节阳线，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它形成了2个收敛三角形结构，一个是下方的横盘整理的收敛三角形结构，一个是方向偏上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么目前这个方向偏上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接近近交点的这个区域容易发生变盘，这个变盘方向是向下的，因为它是一个上涨的结构，上涨过程当中在近交点附近容易发生这个方向偏下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调到小线级别，小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我画出的这个线是144日均线，那么如果回踩的话，能够踩到这个 K 线通过横盘整理，然后下方的均线如果能持续上行，回踩144日均线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一个位置。那目前热点很多次新币都出现这种结构，所以呢要逐个去分析怎么样去运行的这个结构，然后可能会发生变化，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我们进场的位置大概是在哪儿目前的市场当中很多这种热点币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规律的形态包括我们之前关注到的这个ORDI 也是走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横盘整理收敛三角形，然后方向偏上收敛三角形，然后再次横盘整理，再次方向偏上它这个历史上很多币种，特别是这种次新币，往往容易形成同样类型的非常相似的可以互相对照的这个结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我们会员群也会帮大家找一下目前存在机会的一些币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